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加拿大博主驅車300公里2刷，直言德賢僅至沒肖戰將一敗塗地，小成本如何靠一個演員逆襲？一個老外專門開車300公里，就為了把一部中國電影看2遍，這事兒聽起來就有點不可思議，對吧？更讓人覺得有點反常識的是，他看完之後最大的感慨竟然是這部電影超好，但要是沒有主演肖戰，他肯定就徹底完蛋了。而這部被如此評價的電影德賢僅至，制作成本就幾千萬，在動不動就號稱投資數億的國產大片裡，絕對算是個小制作。按常理，他應該在激烈的賀歲檔裡悄無聲息的來，悄無聲息的走。可現實是，他的票房愣是衝過了 3.5 億，還破了國內戰爭片的不少記錄，成了2025年賀歲檔最大的那匹黑馬。一邊是博主的個人英雄主義式論斷，另一邊是實打實的市場奇蹟，這兩件事撞在一起，就拋出了一個特別尖銳的問題：在今天，一部電影的成功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一個頂級演員？或者說，一個好演員到底能為一件事帶來多大的改變？我們先看看德賢僅至自己面臨的局面。它是個戰爭片，但你沒看到那種漫山遍野的爆炸和千軍萬馬對衝的燒錢場面。他把鏡頭縮到了一個叫歌止鎮的小地方，講的是一群小老百姓怎麼在絕境裡想辦法活下去，反抗下去。這個路子本身就挺冒險，因為它缺了最容易吸引觀眾買票進場的那些視覺噱頭。現在的市場環境，大家都被那些大場面養刁了胃口。你突然端上來一盤需要細嚼慢咽的家常菜，很多人可能連嘗一口的興趣都沒有。這就是現實，片子再好，沒人看，一切都是白搭。這個時候，肖戰進來了，他帶來的首先是最直接、最粗暴的東西——關注度。無數雙眼睛因為他而看向了這部原本可能被忽略的電影。這就是所謂的曝光機會，是讓這部片子有機會被討論、被看見的第一步。票房數據不會說謊，超過 3.54 億的每一分錢背後，都有大量因為肖戰主演這個理由而走進影院的觀眾。那位加拿大博主說的一錘定音，在這個層面非常準確，它就像一把鑰匙，率先打開了市場的大門，讓裡面真正的內容有機會被接觸到。但光把觀眾拉進場可不夠，要是片子本身不行，或者他演的不行，那反而會引發更猛烈的反噬。所以關鍵的第二點來了，肖戰在這部電影裡完全把自己藏了起來。你看不到那個光鮮亮麗的大明星，只有一個皮膚黝黑、頭髮亂糟糟、眼神裡時常帶着怯懦和驚恐的前公莫德賢。他把家裡的鐵鍋、農具想方設法改成能保命的武器。他在巨大的恐懼面前，硬逼着自己那點微不足道的勇氣生長出來。優質好文激勵計劃有一場戲特別說明問題。莫德賢精心設計的陷阱被鬼子懷疑，對方當面質問他的時候，鏡頭下的肖戰整個人的精氣神一下子就垮了，甚至控制不住的開始乾嘔。這種反應太真實了，一點都不英雄，一點都不體面，但恰恰是這種真實，讓莫德賢這個人立住了。他不是天生無畏的戰士，他是個被戰爭逼到牆角的普通人。他的勇敢是哆嗦着、流着汗，甚至嘔吐着擠出來的。肖戰沒有去表演勇敢，他誠實地表演了恐懼以及如何克服恐懼。這個表演邏輯的高級之處，才是他能接住流量，並把流量轉化為口碑的核心。我們再來看這部電影另一個容易被詬病的點，他的台詞文縐縐的，用了很多成語和隱喻。整個故事就像一幅需要解讀的文人畫。確實，它不像爆米花電影那樣只給
它設置了一定的觀看門檻。很多人看第一遍可能有點雲裡霧裡，需要看看影評，和別人討論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裡藏着這層意思。這種特性，在追求快速娛樂的當下，其實是挺不討巧的。但有意思的是，這個缺點和肖戰所帶來的觀眾群體，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。他的粉絲裡確實有大量具備優秀鑑賞和表達能力的受眾，他們樂於去深挖細節，樂於去撰寫長篇的解讀和分析。這部電影需要被解讀的屬性，恰恰給了他們一個釋放能量的空間。於是，網絡上關於影片細節、隱喻、歷史背景的討論蔚然成風。這種深度的、自發的內容二次創作，形成了強大的口碑發酵場，讓這部有門檻的電影反而突破了自己的受眾圈層，吸引了更多好奇的人進來一探究竟。演員帶來了初始的熱度，而電影本身的深度和演員的扎實表演，則共同支撐起了這場持續的熱議。這部電影的影響還漂洋過海了，就像文章裡提到的，不僅在加拿大，在洛杉磯也有華人觀眾被深深打動。他們從中看到的不是一個宏大的政治口號，而是戰爭碾壓下具體的人對家的執着。老太爺撤退時背上祖宗牌位，形勢那麼危急還要去追跑丟的家豬，這些細節超越了國界和文化背景，觸碰的是人類共通的對家園和安寧生活的眷戀。德賢景致講了一個非常中國的故事，但他傳遞的情感卻是世界的。他證明了，能感動人的從來不是空洞的宏大，而是具體的真實。肖戰的國際影響力像一座橋樑，讓更多海外觀眾有機會走進這個故事，而故事本身的生命力，則讓走過這座橋的人覺得不虛此行。所以，回到最初那個有點爭議的觀點，沒有肖戰，他會一敗塗地。這句話聽起來絕對，但細想之下，它揭示了一個當下電影行業無比殘酷也無比真實的邏輯。在內容過剩、注意力稀缺的時代，一個具有強大號召力的演員，往往是讓一部優秀但缺乏商業噱頭的作品獲得公平競爭機會的門票。這張門票本身不是質量的保證，但它給了質量一個被審判的機會。德賢景致用他的票房和口碑證明，他接住了這張門票，並上演了一場精彩的演出。他沒有盲目依賴明星，而是讓明星徹底為故事服務，最終成就了相互的輝煌。這整個過程，與其說是明星拯救電影，不如說是一場好演員與好作品的相互成就。但這場成就的背後，始終縈繞着那個最初的疑問：如果換一個同樣敬業、同樣演技出色但知名度遠不及肖戰的演員，德賢景致的命運又會是怎樣的一番光景？這或許才是留給行業和觀眾最深長的一道思考題。